美国对于日元的态度就是玉皇大帝看人间，没有真正很认真啦，就是说稍微处理一下。我想其实大家对美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些吓人的数字，特别是今年一定会破40兆美金，那这个东西很可怕。过去所谓的这个30年的殖利率大概3.8%。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美元存钱有利息，买美债或利息。对，过去觉得3.8就是个安全可控的时候，破4甚至4.2就觉得哎呦会比较危险，表示波动大了哈。对，然后现在到5了，所以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很惊吓。这一场美债危机，我们要赶快来看到，已经不是未来可能发生，而是已经快速的逼近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卡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当时我们不是谈吗？说美债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大关。那么这个速度没有想到，短短的半年之间哦，快速的增加。原本市场预估说，至少要到大概40兆美元大关要到今年的10月份吧。没有想到呢，现在来自于专家特别去做了一个估算，可能呢接下来几天之内，美债就可能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了，甚至还有几个市场人士做了预估，说美国的国债到2029年恐怕上看将近50兆美元，这是一个最新的数字。在强力的美债的卖压之下，我们要来赶快看到的是美债殖利率了，尤其是长天期的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30年期的国债殖利率正式的冲破了5.3%，创下19年新高。注意了，这个数字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最新高的一个数字。美国现在压力非常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光是1年每年要还的利息支出就上看1.5兆美元哦，成为现在联邦政府最大的支出项目之一。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请教大使怎么看了美债40兆，现在可以说已经正式的进入倒数了。殖利率突破了5.3%，现在在看说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有没有可能甚至往5.5%甚至6%来发展？如果发生的话，会不会迎来一场大型的债务危机？美国到底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大使怎么看？对美国事实上的话，它的债就是最近10年差不多哈，就快速增长，本来大概超5兆多，现在变成40兆。这里面当然有战争的因素，也有这个新冠那段时间哈，这个政府举债很多，还有就是这一阵子哈，那么新冠结束以后，这些战争啊，从俄乌战争到这个美伊战争啊，就让美国政府的债务啊快速往上增加。所以这个是一个短期的，可是美债它一般来讲它有3座大山，这3座大山，第一个就是强制性，美国政府的强制性支出越来越多，这些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的这些支出，医疗保健的支出，因为这是全世界现象，美国社会也面向高龄化，那高龄化的社会就变成这种强制支出在这个社保跟这个医疗上面支出哈。它也是增长的非常的快，那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它不能够裁减，所以它这种是所谓的自动驾驶模式的支出，它一定要支出了，所以政府的支出在不断的扩大。那第二个就是说利息成本也爆炸，那美国现在这个利息所谓债务的利息啊，1年大概就是1兆美金以上，今年有人估计到1.5兆，那么因为今年过了一半了，还没有到全部出来。那如果说这个债务的利息就上兆美金的话，那个政府的支出政府的债务那就很难解决。第3个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府的收入它的增长不如它的开支，它的增长事实上在停滞，尤其共和党的政府呢，大概讲的都是什么减税，很少去征税。那即使民主党的政府也不敢轻言征税，所以美国的这个基本上的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的趋势就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在支出上升，这个收入下降，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特殊的状况，战争的状况、瘟疫的状况之下，还有它这个人口老化，政府要负担的基本经费不断增加税。所以它的这个债务就演变累积的非常的快，非常非常的快。那当然，现在这个贝森特他有一个政策，他也很具体，他叫一个333政策。他要控制这个债，他第一个3是希望美国的 GDP 的成长在3%，对，他希望达到这个。第二个3呢是美国的财政
政府的财政赤字，这要控制在 GDP 的3%之内，GDP 的3%之内。第三个3呢，川普很喜欢用的一件事，就每天这个石油的产量能够到达300万桶，所以它这个3个3，这增加石油是怎么样？就是增加收入嘛。对。那另外一方面控制这个赤字，然后他希望经济能够成长。那这个3个3看起来都不容易。对。那不过现在美国基本上就是说，它的国债的这个基本上的持有是国内的持有率越来越高，国外的持有率这个降低。不过这个比例的话我们会认为国外的比例很高，其实国外的持有美国美债比例大概只占有多少？不到1/10，不到1/4，大概就是9.3兆，而外国的政府持有的也不过3.9兆。那外国的私人银行、私人持有的大概是5.4兆，那其他美债40兆，将近4兆，有31.4兆还是美国国内持有的。那大家说有的民众，有美国的什么还有这些各种基金，包括退休基金，还有什么呢？共同基金也是持有大批美债。所以你要说美债完全失控的话，可是呢，美国国内的这个持有率还是占了比较居高的情况之下，我个人倒不是那么悲观，不是那么悲观。好，这边我们是看到的是几个统计的数字哦，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债很快的就会正式的突破了40兆美元大关。那刚刚大使也清楚的解析了为什么的原因哦。那现在我们也来看到一些比较具体的数字，就是说到底现在美国赤字到底有多高？现在最新的数字是达到了2.1兆，比去年增加了2000亿美元。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债息的支出嘛。1年的利息是1.5兆美元，等于说每一个月就要烧1000亿美元。现在更危险的事情是政府的支出远大于收入，而且是达到2倍以上。那刚刚呢，大使也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国债的持有，也就是国外的持有国债的国家。其实我们看到2个国家现在也正在大幅的卖压美债，那包括了很重要的持有国日本跟中国大陆。首先看到日本一口气减持了264亿美元，是主要的减持国家。尤其呢，现在也有专家解读说，日本你现在是不是在背刺美国呢？就是因为你的日元现在非常的弱，一直在贬值，所以你是不是要抛售美债来救你的日元呢？中国大陆的部分减持幅度也有259亿美元，那目前持有的美债是6000多亿美元，创下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最低了，年减幅是超过13%。先来看到有关于日本的部分，为了救日元是在背刺美国吗？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把这个接下来的美债殖利率推得越来越高？会不会爆发美国的财政问题呢？上次哥又怎么看？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先前美国介入日元，那么所谓这个介入是意思啦，因为100亿，那么日本当时都准备了700多亿美金啊，所以它就是一个动作，主要是吓阻一下这些外面的这些投资基金啊，所以它也不是真正的什么救美元，而且赚个人情嘛，给高市早苗。它最大的意义主要还是说，这个市场投机太多，一旦万一日元的贬值真的大崩溃，那日元贬值崩溃会对美国整体来说就是一个比较难搞，我认为其实不是会太大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比如说刚刚讲，现在以美债的问题嘛，债务的联动性，然后另外美股的部分现在是 AI 经济动能，如果现在这个泡沫一旦有比较大的一个国际变数的时候，比较难处理，再加上还有战争的因素，所以美国对于日元的态度，其实还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玉皇大帝看人间，没有真正很认真啦，就是说稍微处理一下。好，当然美债哈。我想，其实大家对美债当中经常会看到这些吓人的数字，特别是今年一定会破40兆美金，哈，40兆。那这个东西很可怕。但是如果你真正的懂这个国际货币跟国际资本到国际的金融的时候，你要理解，其实我不能说不严重，它之所以现在都觉得很严重，因为过去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以美债来说，过去没有到这样子的规模。过去所谓的这个30年的殖利率，过去认为大概3.8%。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美元存钱有利息，美债买美债或利息。对，过去觉得3.8就是个安全可控的时候，破4甚至4.2就觉得哎呦会比较危险，表示波动大了哈。对，然后现在到5了，所以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大家很惊吓。然而，我必须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他想象中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说，
这并不是美国会政府会破产啊，美国会倒了，不可能啦。而且我们现在看美元现在的强势的状态，相较于其他全世界的货币，人民币、英镑，包括等等，日元不要说了，你每个人都要美元啊，也就是美元现在强势跟稳定，甚至可能比美债好。那美国现在就是一个政府里头，手上有很多很多的金融工具，而且那么多犹太人，美国对于法律跟金融有那么多的人才。创造出游戏规则，现在观众朋友大家买的 ETF， 你看过去没有，为什么生出来？就犹太人又发明了一个可以这刺激投资的很多工具，所以美国其实是我不是有能力处理。那现在就是这个东西是过去没有经历过的。大家注意为什么美债？我说大家不要想象中很惊吓，因为有 FED 嘛 ，FED 当然是对于美元，然后同时控制美债，它有一个特别这样的机构，全世界的央行没有办法跟 FED 比，因为 FED 控制的是美元跟美债在这个世界的绝对值。我们知道阳光、空气、水，这里到底哪个最重要？其实就是空气，因为呼吸1秒钟没了就死了。我觉得美元或包括美元系统，包括美债，它现在是全世界从货币、资本、金融的呼吸空气。所以你要说完全就是不能呼吸了，就不是美国死了，是全世界都死了。而且现在大家要注意状况哦，美元就流动性，大家都有美元卖来卖去，所以那个流动性在这里。好，美债是 FED 来固定美元资产，什么意思呢？你有房子，我有股票，然后他有台币。可是如果在国际投资当中，你要怎么转换？你这个很难换。也就是说，流动性这个方便性，第一个当然是美元。所以全世界任何时刻，包括这次战争，为什么美元没有贬值？因为美元流动性还是最重要，而且在全球股市那么大。第二个部分，美债它虽然是美债，但是美债你只要丢出去了，你就要换手了。包括我们刚刚讲中国大陆跟日本抛售美债。马上就有人接，因为它变现性很好，变现性不是你我市井小民，我们都要现金，国家政府需要变现。像中国政府，它虽然抛售美债，你以为它在抛光吗？中国政府在国际上，包括采购，还有很多的东西，各种的东西，它还是要有美元交易呀。中国政府不是说大家都在认为人民币交易，都不要美元交易的，没有。所以中国大陆抛售美债的时候是换取美元，然后做一些部分的这种国际的现金流通，这一般没有思考的。所以这里头不是说美债，所以美债殖利率高呢？问题在哪里呢？主要就是说，因为不是他没人要，而是说大家觉得信用本质的信用有很多其他东西好，于是殖利率不是华尔街要挟的，是自然市场产生的，因为大家就觉得我有更多的投资工具，美债长期利率30年30年后才能兑现，所以它要一直推高，利息就会高了。可是美债的殖利率高的时候，就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什么都不要动，我作为风险性最低的措施买美债，我每年就有5%多的利率，比现在我们拿台币去存都还要高。所以我觉得最后大家要特别注意的部分，就我们对美债危机是一个美国政府管理，它不会是整个全球的金融货币的系统性崩溃，除非有新的部分。目前无论人民币或任何的货币都没有办法成为阳光、空气、水的空气。目前美元或美债系统才是。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债危机到底我们谈了这么久，会不会立刻的爆发？现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一个大问号。但是呢，现在要来看到是美国内部的信用危机却是非常急迫的。我们要来看到一些具体的数字，因为它的债务问题一路的已经延伸到从政府到了企业金融，甚至是一般家庭。首先我们来看到有关于私募贷款的部分哦，现在呢正式的来到了2兆美元大关，市场说现在面临的是10年来最大的考验，尤其是国际信评机构惠誉发布的最新报告，它一共呢这一次是追踪了1000多家的企业，里面得到的结果是美国的私募信贷借款人违约率有7月攀升到了一个新高的记录，而且呢，非常多的家庭现在都在使用信用卡，而且卡债已经来到了新高。第2季增加了210亿美元，来到1.26兆，逼近历史高点。重点来了，今年初我们来看到2026的信用卡违约率，这个是已经真的有违约的90天的一个比例，已经来到了12.8%，远高于2022年当时的7.6%。信用卡平均年利率也已经来到了第1季最高达到了24%，代表说，因为呢，现在美国生活成本真的是非常的高，而且还有通膨的问题等等，美国人用信用卡来去度日，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常态哦。所以接下来美国的这个经济还有财政问题，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美国现在这个状况，一般来讲虽然是不理想，这个每下愈况，但是我认为它撑得过去。我们从几个指标来看，第一个，美国现在经济是成长，
它今年的预估经济成长率是1.9%，那成长啊，它没有衰退啊，没有说我现在也开始负的了，比去年差。去年的经济成长2025，美国是2.5%，那今年是1.9%，但是它还是成长。那既然是成长型，它的所得是增加的。第二个呢，我们看美国，美国现在的全国总生产是29兆美元，但有人有另外的算法，但是我们拿29兆美元来看，你这个1.2兆对他来看，一来比，占比就小了。因为我体量大，你这个小数目就相对的被我稀释。那这个意思在什么？美国对信用危机的忍受度是高的，因为我有钱呐、我没有钱我马上破产，我不行了，我受不了。现在美国的每一个人均所得是89000块美金，所以你这个钱来看，对我来讲是相对稀释的。现在美国人每一个人的信用贷款的额度是每一个人平均欠了超支的透支7886块美金，还不到1万，但是我的所得收入，我全年大家平均我是8.9万，89000块，够不够？我这个信用的收入是够的，因为我赚得多，当然我花的更多，但是那比例一摊就小了。另外我们来看呢，就是我们知道的经济成长率，我们现在看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今年年增率平均年增率，因为现在在8月还没有结束，2026年大概是2.5%。那2%，换句话说，美元我是在贬值，因为通货膨胀嘛，钱就是要贬嘛。现在我们讲最高的年增率，你刚才有说过，就是我们30年期美债的年增率是这个利息是这个5.3%，你5.3减掉2.5%，因为你要贬2.5%啊，我刚才讲啊，平均来看你也只有2.8%，高不高？而且30年美国国债啊是比较高的，最高的，你2年期、5年期、10年期都相对于30年期要来的低啊。所以我认为从种迹象来看，通膨、经济成长率、个人的这个评所来看，美国的这种信用危机、信贷危机还不至于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秃鹰是否打垮了美日联盟呢？因为他们要拯救日元哦，现在看起来是这个任务完全失效了。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包括了现在日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像是进口成本暴涨，日企现在狂哀嚎哦。另外，东京的房地产沦为外资的猎场，高市早苗这个时候压力也非常的大，要救民生哦，这个物资一直上涨，说要降食物税，看起来也没效，支持率创新低，跌至53%。好，今天我们会有深度的剖析。先来看这一场日元保卫战，大家认为是不是踢到铁板了？如果您认为是，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还不会，留言写2。我们来一起做互动。回顾一下今年7月，日币是一度贬到接近是164比上1美元，结果我们先前不是做了报道吗？美日联手就是要开始来拯救日币，确实当时看到日币一度有反弹，大约幅度达到5%，结果呢？为什么啊？到8月10号这一天又贬回去了，达到了159.29，重新吐回当时美日联手要去救日元，大约是1半的涨幅。现在呢，企业真的就是很担心，会不会日币继续的贬值呢？日本企业内部其实做了一个调查，他们认为呢，20%的企业说最好的价位就是大约是落在120到124日元兑上1美元，跟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数字159，真的是差得非常多。他们认为说这样子企业跟民众啊，可以说是苦哈哈。确实，我们看到立刻对于产业界还有对于民生的冲击，在日本内部已经开始一系列爆发。首先看到优衣库的母公司已经宣布了，受到日元走贬的影响，成本大受影响，所以预计呢，即将到来的秋冬商品就会开始做价格上面的调整，涨幅大约是落在4%。三菱电机同样也是日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过去他们靠着出口赚得饱饱，但是呢，他们现在不这么认为了。他们的财务长是这样说的：弱日元不代表日本的经济就可以一切的顺遂，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还是长期靠着能源跟原物料、食品来进口的，所以呢，你现在这些进口的成本大增的话，是压缩日本人的内需啊，那内需不就变弱了吗？再来看到是三井物产还有三菱商事，他们也这样说，他们认为剧烈的汇率的波动影响了企业对于未来获利的预测跟他们投资的决策，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再来看到日本的贸易了，虽然我们看到进出口都有增幅，都有一个
大约落在20%左右的一个增幅，但是最后来算起来，日本的贸易仍然是呈现严重逆差的，达到了4000亿日元左右的一个金额。那么我们也来看到，尤其小老百姓现在也非常的压力很大。吃的、用的、穿的，全部都开始涨价，那压力现在也就压到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身上了。他说：“好啦，那赶快，我们呢马上要来降食品的消费税，从8%一口气降到1%，而且最快2027年就可以上路了。这样子也可以救回他现在低到不行、创史上最低只有53%的一个民调吗？”这个要持续的做观察，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首先是为什么日元干预了，日美都干预了，还是守不住？接下来对于日本这个日币不断的贬值，对于民生的压力，包括我们刚刚看到嘛，这个优衣库啊，日本家庭的薪水，还有很多企业都开始抱怨，这个对他们的重击又有多大呢？介大使怎么看？对，其实日本这个日元不断贬值的问题哈，有2个根本因素，这个现在日本都没有办法解决。这2个根本因素都是怎么样？就是 beyond control， 就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控制不住。第一个，它跟美元的利差太大，对，所以这个套汇的话，让日元承受很大的压力。大家就是说，等于说这个卖日元买美元。对，去套那个利差，美元大概现在可以拿到将近4%吧，日元这个汇率大概只有它的这个利息只有这个1%，所以利差差3%。这个对日元是形成沉重压力了。对，哎，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这个问题的关键问题就没有抓到，哎，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没抓到。可是日本政府已经它的国债已经是它的 GDP 的那么2.6倍了，所以呢，这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日本现在政府这个欠债这么多的情况之下，你要增加利息的话，那日本政府的财政会垮掉。而且日本还有一个大家还不太，他们最近不太提的，最近几年不提的，日本有25家叫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就是你这个产官学一体搞出来的，哎，它都依赖什么政府的政策。甚至这种低利率，那么它能够存活。现在是1%的利率，它还债的时候它还不会吃力。你如果说你要提升你的这个利率的话，那一大堆日本的僵尸企业25万家倒一半的话，那就是连锁效应，对日本的经济可以说是几乎致命的打击了。那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没办法解决。第二个，这种所谓的汇率是反映它的经济的基本面。日本的经济基本面很差，没有竞争力啊，新的产业几乎全部空白。日本人睡觉睡的不是，他不是失落了20年日本是睡觉了20-30年。被美国人欺负的时候又不敢还手，美国把他的这个所谓的芯片产业打光了，对，交给了，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韩国跟台湾的兴起，让日本在这个方面扮演极不重要的角色。那你说这些芯片制造有日本的吗？日本还靠我们台积电的，没有台积电，它现在还没一席之地了，靠的最后只有什么光刻胶，那你有 HBM 吗 ？HBM 都是韩国的，对，所以那逻辑晶片对不大部分是我们台积电的，日本有厂吗？日本没有。那另外一方面，新能源方面、应用方面没有啊，新能源汽车的话，你有吗？而日本今年上半年。去年1年才卖了400万辆车，今年中国大陆上半年就已经超过700万辆，就外销，所以它的这个市场都不断的萎缩，也没有新的产业。那 AI 你有听过日本吗？日本有什么大模型？没有吧？没听说过。所以日本是经济是一片问题，再加上人口老化，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愈振乏力。而日本经过失落30年的时候，它的产业非常不敢投资新的，它基本上它是希望怎么讲？它赚钱要干嘛？不是扩展新的，是赶快去还债。所以呢，他们很在乎是利率，所以就日本经济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那变成就是说，美国出手救一下，你能持续救吗？只能救急，不能救穷。日本是穷，日本不是急，所以呢，穷的问题还真的没办法。所以现在回到快160了嘛，有很多人就看到大概170也
也好为时不远了。好，现在也包括了这个内需不足，还有这个债务的问题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现在外资现在包括了日本媒体都很担心说，反而是都是外资在买日本它的一些建物哦，包括了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的国土交通省相关统计，在2025年上半年居住海外的台湾买家在东京23区竟然是购入了192户的新建公寓，比前一年还要多出了80%。这个资金很多都是来自于海外的，不断的去买东京的房市数字创下新高。日本媒体说，东京可能已经变成全球资本眼中的一个重要猎场。现在是外资在这边大捡便宜吗？上次哥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影响？好，今天主要就是日本贬值这个状况来讲，并没有真的结构性的改变啦，所以日本的里面的东西，如果就外币，你拿美金，你拿台币，你拿韩元，你拿人民币去买，就是便宜嘛，它就是真的很便宜。那先前其实有包括统计房子，就是大概跟去年初的时候相比，大概就少了最高可以少1/3那日本的房子你说也是几千万，当中少1/3，你可能就已经省了上千万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的概念。也因此现在我们都知道，接下来可能9月、10月的时候，日本的包括观光客到那个地方会有出境税啊，然后你那个 duty free 的部分，以前你在美妆店里头就把你扣掉了，未来你就要辛辛苦苦到机场去退，有很多的麻烦。那基本上它就让你这个外国人来觉得日元很便宜，乱消费这件事情，它还是帮你设一些门槛，然后抬高了很多的要缴日本的这些规费。但会影响到大家去日本买便宜货吗？我相信不会的。不过我觉得我回过头还是要看一下日元我想日元现在是这样的状况，在7月30、31号美日联合干预，这个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天。当天美国出了100亿，日本出了大概770亿左右，大家联手干预。好，当时其实是从原来我们知道163贬的163.8，这估点一下子就是升值了大概8.6元。历经10天，现在又回去，又回贬了4.1元，一半就没了，就这先前的钱就一半又没了。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关心这个部分是慢慢的又贬回来，但是其实美国不是出重手吗？到底怎么回事？我觉得现在其实大家在观察，是不是这些所谓的国际秃鹰，还是这种投机的钱，还是不相信这些美日干预的效果？要知道，不是说的干预的时候，日本就贬嘞，它干预是一个介入，可是日本央行还没有升息所以真正的要稳定还是要等到升息。不过我觉得大家注意到，日本照现在的状况，因为作为日元便宜套息交易，你钱都去存美元，你就可以赚3点多%，甚至最多到4点几%。而且日本的银行、国际银行都在做，也不是只有投资的这些秃鹰。大家现在关注的是这种空单。要知道，在国际期货当中，美国这个期货交易委员 CFTC 就其实在紧盯，因为为什么日本会贬？就是因为人家买外汇的日元期货看空嘛，在美日还没有出手之前，很恐怖空单是13.8万张，7月31号那天出手之后，瞬间少了一半，6.8万张。那现在呢？可是那个8月4号之后，这个美国这个 CFTC 没公布，所以我觉得有可能这个空单又回来的，但是外界就没有资料，不知道。所以这个影响性，我认为是现在至少就这样子回贬的状况，我认为投机性还在。那这个概念最后怎么来看待这一波，到底怎么回事？我认为很简单啦，就2个。第一点就是说，现在在投机的或正规的日本银行、正规的投资的，都在测试日本或包括美国的官方底线。好，你现在出手，你是底线吗？你只是威吓一下市场，但这个底线在哪里？大家还在测。第二个，我认为就刚刚讲，釜底抽薪没有别的啦，就是央行宣布升息，日本所有日元永远的这个利息涨，然后全世界在外面的这些流动在赚差价的日元被迫要全部回到日本，你才有可能日本真正的恢复升值之后的稳定。那当然过去认为是10月，但是现在都认为应该9月。所以如果9月日元的这个升值，就包括它的升息之后，我认为对全世界，包括美元，包括各式各样的货币，包括台币，包括去观光的这个钱，9月之后10月如果去日本玩，可能成本就要高一点了。好，那如果真的9月份的时候日本升息的话，日本接得住吗？因为他们现在债务非常的高占 GDP 的250%到260%左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日本政府手上还有什么的招呢？
黄舰长怎么看？其实他不是说他有什么招，而是这个金融的问题太复杂了，而且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他，而且这些因素里面通常是你拉这个下来，你拉那个下来，他很难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点。那一个国家到底有哪一些机构啊或什么能够影响这个国家财政呢？第一个当然最主要是央行，它可以管这个货币流通，它可以限定每一个银行你的存款多少人贷出去，它可以决定升息，这个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哦。像川普不是说升息降息，你不是那个 FED 的那个总裁根本不听他的，这是一个你知道，政府归政府，央行归央行，央行管的是金融这个次序，那政府管什么呢？政府是一个行政单位，它在管的是收跟支花钱。如果我现在的财政状况不好，基本上我就是开源节流，怎么样去能够增加一点收入，减少一点支出，这是政府在做。这两个单位通常不一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比说现在央行说我们日元这个实在是太弱了，那我升息，我增加这个日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持有力，然后很多人来买日元，我升息了嘛，这时候会怎么样？消费会下降，因为有钱了嘛，就是我存进去就好，那我不要去花钱，好，消费会下降。反过来讲，那政府他关心的是民生啊，好比说政府觉得像高市觉得现在日本的人民的生活非常不好，那我怎么办？我就可能减税，加些补给，那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消费，这个消费就增加。你会发觉，刚刚央行的政策跟政府政策是违背的。它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一致的。就是说，央行跟政府有时候还在唱反调，如何取得平衡比较困难。好，最新消息，日元崩盘哦，日本现在呢是向美国求救，还是美国要收割呢？因为川普最新也讲说哦，这个日本有向美国来求援哦，是不是也暴露了有关于东京现在面临的经济危机呢？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包括它的汇率创下40年的新低，还有上万家的企业倒闭，跟它超过了 GDP 260%的债务哦。日本经济防线告急吗？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欢迎观众朋友留言。如果你认为日本的经济陷入惨况危机，留言写1；如果你认为还没有，还有待观察，留言写2。我们一起做互动。日本的经济是不是面临数十年来最大的一场压力测试呢？我们知道，过去日本的经济可以靠着出口、靠着低利率，还有海外的资产撑起了第3大经济体，但是现在这个神话是不是因为面临了4大危机，所以不在了呢？好，这4大危机包括了我们等一下会来特别聊的日元暴跌，还有内部通膨升温、企业倒闭跟债务失控的4大日本现在面临的危机。先来看日元的部分，现在跌到了新低点，40年新低，迫使美日睽违多年，这一次决定要再次的联手来干预汇市，就是认为说，日币啊真的不能再跌了。好，我们先看到日本做了什么事情，再来看美国做了什么事情。日本为了要救日元，其实呢，今年4、5月就已经开始救了，不是现在才救。当时政府出动的是11兆的日元来护盘，结果有没有用？几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日本这一次可能再投入530亿美元护盘，到底有没有用呢？其实很多专家也不看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美国又做了什么样的动作来保护日元呢？美国方面，川普说了，日本向我们求援啊，希望我们帮助日元赶快的稳定。那川普也说，其实呢，我们帮日本对我们也有好处，也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这句话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们来特别解读。再来，财政部呢也在7月31号传出他们会接下来怎么做呢？把欧元给卖了，干脆买日元吧，来帮助日币的这个支撑。那有媒体就拍到说，当时啊，贝森特其实呢，他就在写一个有关于代办的清单当中呢，写到被媒体拍下来说，贝森特写要接下来买进50到100亿美元等值的日元，要来护盘日元。大家也在看说，你美国要介入去护盘日元，是不是不怀好意，而不是真的要帮助你的盟友？现在呢，专家也列出了3个原因，为什么美国要去护盘日元。第一个是避免日元过度的贬值，弱势的日元是有利于日本的出口的，这样会冲击美国的制造业，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是要防止日本的金融市场剧烈波动，而日本长期持有美债是主要的持有国，如果日本的金融市场表现不好，恐怕也会重击美国。第3个是它要维持全球的金融的稳定。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日元40年新低？川普说了，
日本向我们求援，难道是揭开日本的经济危机吗？再来，为什么他要救日元呢？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回头看，1985年曾经有这一场广场协议，美国曾经透过这个救日本的汇率干预汇市，让日元升值。结果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日本它的这个泡沫的危机。那这一次他伸手救日元，真的是救盟友吗？还是变成美元霸权下的金融收割？两个问题，委员怎么看？对，刚才思敏告诉大家，专家所分析的这个3个原因都是存在的哦。那么现在对川普来讲，他正在下的是全球的这个一盘大棋哦，所以大家仔细要看的是说，现在的能源问题没有解决哦，所以原油价格持续的在飞涨。未来的这个战况如果再变得激烈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更难解哦。然后呢，美国的国内的通货膨胀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哦。那么现阶段他也不敢这个用升息的方式，因为现在美国所面临到的不是升息可以解决的哦，就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的是来自于外部啊。是来自于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跟粮食价格这个全面的涨价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是你升息就可以把这个通膨压下来的。那当然，在包含现在 AI 的这个何去何从，很多的 AI 产业现在面临了一个盘整期哦。大家对于很多 AI 巨头不断的在市场上吸钱，可是却始终无法获利，大家开始产生了高度的忧虑哦。然后再加上 AI 产业又面临到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 AI 的这些模型的这些威胁哦。所以其实美国的股市算是摇摇欲坠的，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最近看到这个股市涨涨跌跌，而且幅度都很大，一点风吹草动，这股市就大跌了哦。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日本的日元仍然无量下跌，那么这对全球的金融局面来说是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变数的。那么一旦这个全球的金融的是紧密互相连结的状态，就有点像什么？大家知道，就有点像一群登山客，大家都绑在一起，每一个人都用绳索绑在一起。日本也是国际金融体系很重要的一份子啊，所以当其中一个登山客掉到山崖的时候，他就有可能把大家一起拖下去了。所以你说对美国来讲，他当然了，你说收割有其可能，但是最主要的，他要自保啊，他就是不希望被日本拖累。不过现在的问题来了，在今年的就是前几天7月31号啊，美国跟日本在睽违了15年之后，再一次的联合开始进行买进日元的动作。那你说美国跟日本联手买进日元，当然你在短期之内它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所以你看到日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164反弹回到了155了。那可是关键问题来了，这要有2个因素大家要考量的。第一个因素是美国跟日本联手，你们投下来的子弹能不能够跟市场的空头力量来做比拼啊？市场的空头力量可能有2种啊，一种就是所谓的这个对冲基金哦，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一般市场上的散户哦。那么现在变成说这2股力量开始对冲，所以我很关切的是，你日银究竟要投多少美元啊？你投530亿，再加上这个美国财政部的100亿，不过就630亿哦。630亿，短时间内守得住，长此以往呢，你每天都要不断的在买吗？去守住你现在的这个日元的状况吗？而且各位知道，通常国际这些空头力量哦，就当然这一次我们不晓得是不是有计划的在空日元哦。那么如果是有计划的，各位就可以看一看当年1992年 Soros 去空英镑，他是怎么做的？他是用了外汇的远期合约再去绑银行的信用额度啊，这2个绑在一起，让他的杠杆扩大10倍。他投了10亿美金下去，可是他用100亿的美金去空英镑，最后把英镑打垮了。所以到底市场的空头力量有多大？630亿或者700亿甚至1000亿，能不能够敲动，让市场的空头力量啊，要立刻来进行回补？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做后续的观察。是。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他现在打算怎么做呢？他短期之内把它拉升，然后他希望让这些过去我们讲到的借日元去买美元赚这个套利、这个价差的人。因为会面临到了汇损的问题啊，就是你当时借的日元的这个额度是很低的，可是因为你的日元现在在涨啊，所以你在这个你借了日元去买了美元，你所得到的收益，在面对到你的汇损的时候，究竟划不划算？他现在在做的是这个盘算。可是关键问题来了，因为他们之间的汇率差距太大了，一个是1%，一个是3.5到3.75，中间差了2.5到2.75的利率哦，所以除非今天汇损很大，大到这些借日元去买美元的人不得不回补。是。那么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趋势才能够挡得住。所以其实长远来讲，他们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汇率的这个差距过大。这个问题不解决，你现在所投下来的钱就是肉包子打狗了，你就是不断的在投下去，那就要看你手上有多少子弹能够把这个洞填平了。好，这个是有关于目前日本金融市场所面临到的困境哦。那其实我们看到整体的金融市场也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表现，甚至已经冲击到日本实业，然后呢，引爆了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日本的企业倒闭潮。我们来看到最新的一个真实数据，日本企业去年破产10505家，创下10年新高。今年上半年破产家数也有达到了5000家，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负债额达到1000日元以上的日本企业破产数，比去年同期暴增了7%左右。背后的原因，现在说除了这个物价飙升之外，还有日本的缺工问题、能源成本增加，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日币贬值，造成进口的成本暴增，而受到影响冲击最大的就是这些中小企业了。当中我们要来看到一间是成立超过70年的日本老牌支付企业，叫做全东信，最新它宣布破产了。要知道它的冲击是因为它下面它的客户合作的商家大约是20万户，如果它破产，预估会影响到2万家的店家，涉及53亿的日元贷款。这个是单一危机吗？还是只是日本的一个还是它是一个日本的内需跟金融体系整体的一个问题？杨老师又怎么解读？它根本就像是芥雅人演的那个半泽直树这部片的重演。也就是说，加倍奉还在关西的银行整个介入到的整体几十年来的，就是隐藏一些资产的问题，然后不断的扩大它里面内部的这些财报的造假，然后最后呢一爆而发，变成就是一个非常严重到影响到整个日本经济以及相关的这些支付系统的问题。全东信其实它是来自于大阪，很早期的时候，应该是在疫情前，它就开始就发得很大。疫情前的时候，它曾一度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来到财报上看到是80亿日币啊。但是疫情的影响，第一个就造成整个这些小商家的这个就是收入减少，所以它的收入一下减少到50亿日币以下。它的主要的模式就是说，它跟那些大型的这些第三方支付，它就叫第三方支付，是，也就是消费者跟小商家买的东西之后呢，我用刷卡、信用卡的话，你通常等个几天，甚至要等几个礼拜信用卡公司在处理过相关的过程了之后呢，才会把钱给这个商家。大型企业不担心，但小商家如果说今天100万日元的这个消费，我隔一天就能拿到，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我后续的整个物流以及这个相关的这些账务。那因此呢，他就用这个方式，我先垫给你，我扣掉了你加入的相关的手续费的我先垫给你，然后之后呢，全东信再去跟信用卡公司去取款，是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他就中间赚跟厂商家的这个就是手续费，那如果多的时候呢，当然他就赚多了，但是这里面就问题重重。怎么问题重重？第一个，当然疫情是个影响；第二个，后来像是 PayPay 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类似这样用刷 QR code 的方式，大陆叫做微信跟这个支付宝。那这些方式呢，就越来越方便的时候呢，用信用卡的这个比例就降低。但是有一些小商家，他可能还是接受以信用卡为主，不接受这个 PayPay。不过现在我看到日本大概已经很少不接受 PayPay 这样一个做法的了哈。因此，第一个这个量就减少，然后第二个，当它爆发的时候，他发现到他过去不断的造假，他的财报造假，他的整个负债造假，20年的造假，那这个就产生了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现在到底这个过程当中，银行怎么会不知道？信用卡公司怎么会不知道？还是说大家共同的来去做了一个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欺骗的行为？那这就是直指问题的核心。那日本很多事实上，这种中下游公司或者是相关的这种企业公司相互的持股投资的情况之下，它就造成相互的造假掩护。那这个就我们看到类似像半泽直树这部片子里面一模一样的情景，就出现到今天全东信的这个案子当中。
好，这个是其中的一个债务问题。那我们如果来看，望眼是有关于日本的国债问题，其实呢更严重了，因为现在日本的国债已经超过 GDP 的260%了。那日本政府每年支出当中有25%是用来支付这些债务的利息的，等于日本政府每花费4元，有1元都是在还债。那日本现在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赶快加强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 APEC， 他们希望能让高市早苗跟习近平见上面，但是中国大陆现在态度也非常的强硬如果说日本不调整对中的政策的话，他们是不会安排2位元首来见面的。舰长怎么看？其实我们讲到这一次的外汇干预的部分外汇干预其实是一场信心的游戏信心的游戏会取决于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大千委员特别讲到不空单的部分那其实这一个外汇干预最不希望的，也就是市场产生任何的疑问，但是疑问出来了，也就是你美国去买日元，你为什么用的不是你美元？你为什么直接抛售的是欧元？你是因为如果你用的是美元的话，是不是你的债务更加的高涨？然后你美国其实没办法，那这个也就变成原来只是日本的问题，现在反映出你美国也有问题。而且呢，如果我们现在看这张图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刚刚有主持人有特别讲到在这一个今年已经两次干预，也就是我们看到1月23号跟4月29号，可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反弹的速度，第一次它这一个反弹的速度还比较慢，第二次立刻反弹，意思是什么？因为你越干预呢越心虚，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不空单直接狙击你日元最好的时机点出来了。那现在美国介入的时候，是不是也就证明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讲到说，现在这个问题其实是日本真正的债务问题，结果把美国一起拖下水。